毕竟导致孩子学习成绩差的原因有非常多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付出往往并不一定会得到理想中的回报。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如何让孩子对学习上瘾。听上去是不是有点不太可能？毕竟我自己也觉得对学习上瘾不太容易，但是确实有很多学霸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，也不是不行。所以不妨把这个视频看完，说不定有些观点会对你有所启发。学习本身就是人类的天性，比如说学习了解身边的事物，哪些是安全的，哪些是好吃的，哪些是苦的，动物应该怎么喂养啊，游戏应该怎么玩，衣服应该怎么搭配等等。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觉得有很大的难度，就是反而觉得顺其自然，水到渠成。所以这个学习怎么就到了学校这个地方就变得那么难了呢？其实这个问题也没有那么难理解。就拿搭配衣服来说，我们搭配衣服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美，是为了取悦自己，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陷，对吧？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身材和气质，是我们发自内心想要学习这些知识。试想一下，坐在教室里的孩子，如果他也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学习知识，那学习自然就变得轻松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学习上瘾的关键因素，内驱力。说到内驱力，那么就有新的问题了。既然学习是人类的天性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那我们为什么到了学习这个环境下，这个内驱力它消失了，或者说这个内驱力它变弱了？这里面一定是有原因的，所以我们要详细研究这个内驱力的增强和减弱有哪些因素。第一点，缺乏对学习的兴趣和热情。我个人对学习的理解就只有枯燥，就曾经我也是不能理解的，我觉得书本里的内容好像没有太大的用处。不过现在我知道，是因为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学习方法，因为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而对于那些善于学习的学生来说，学习那就是一种挑战，他们能在学习里获得价值感，能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，他们学习是一种享受。对，我们学渣可能理解不了。这就是内驱力的第二个点，就是方法的问题。还有第三个点，就是没有价值感的问题。这里面还有家庭的因素、学校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，也会对内驱力产生影响。不过我把这些因素归类到学习影响因素的那一类。关于内驱力，我更倾向于我们自己内心内在的这几个点。毕竟外在的环境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，就比如说我们父母的教养方式，我们班级的整体学习氛围等等，这些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了解到上面的这3点因素，反过来我们也就拿到了增强内驱力的钥匙。先找到合适自己的学习方式，顺便提高一下对学习的兴趣，一举两得。今天我们就拿最容易上瘾的游戏开始解剖，看看哪些导致上瘾的方式可以拿来借鉴。有些游戏是先让你感兴趣，然后慢慢成瘾；有些游戏是一开始尝试着玩，然后玩着玩着就上瘾了。游戏里的奖励机制是响应特别快的，就只要你能击杀一个怪物，相应的奖励立马就能到账，比如说装备啊、经验值。而这些游戏它是有等级的，就像学校里的考试排名，游戏永远都有无数个比你高一点属性的怪物等着你去挑战，而且等级越高，奖励越丰富。那么我们的学习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设置呢？给自己定一个轻松的目标，然后去超越它，然后一步一步提高这个目标。这个目标可以是班级里的某一个人，又或许是某一个分数。这里要画一个重点，就是这个目标不能太高，要具体到某一个点，要量化到某一个数值，最后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轻松达到的成就。
就像游戏里一样，越级挑战 BOSS， 既费力又不一定拿到奖励。清楚自己实力的玩家是不会这么做的。学习也是一样，给自己定一个极其难以实现的目标，是无法激活内驱力的。轻松的目标更容易实现，也更容易得到正反馈，所以才会更容易增强学习的信心。所有好的学习方法会让学习变得轻松，会增加学习的兴趣，会更容易得到正反馈，更有价值感。被激活的内驱力又会进一步提高学习的兴趣，这样就建立了一组良性循环。不过冷静下来想一想，我们上面说的内驱力的问题可能有点理想化，毕竟导致孩子学习成绩差的原因有非常多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付出往往并不一定会得到理想中的回报。毕竟孩子不是完美的，我们家长也不是完美的家长，家庭也不是完美的家庭，周围的环境也不是完美的环境。只要我们努力，只要孩子努力，这个过程它也是有价值的。优秀的孩子往往来自于家庭之间的包容与和谐。有一些家庭虽然赚钱不多，但彼此之间相互包容，不会相互指责。这样融洽的学习环境、家庭环境，是孩子安心学习与生活的必备条件。倾听往往比说教更管用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，如果你想命令他、控制他、强迫他，那他只会反感、抵触、叛逆。人人都渴望被尊重，渴望被他人理解。不过学习差也不能代表孩子的能力差。等我们的孩子踏上了社会，他能够懂得尊重他人，懂得尊重自己，在自己的1亩3分地上过好自己的小家庭，这种人生又有什么不妥呢？社会变化这么快，老一辈的那些经验并不一定适合现在的孩子。孩子只要能够适应他们当下的环境，那就足够了。更多的时候，我们要想一想，我要反思一下，是不是要该放一放自己心中的执念。放手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希望这个视频能让各位有所感悟。